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van，这是 Minecraft 模组生存 ATN9 To the Sky 的第8集。那上期呢，我们玩了这个 Mechanism 的这个 Oil Processing Factory，就是矿物五倍化。对，那我后来发现这个气体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Gas Upgrade 来省气体。对，那插8个之后，我们的气就不太缺了。对，那我发现后来这个瓶颈是在这边，就是结晶化，对，所以我把这个 Crystallizer 做了多一点，这样我们的这个整个产线就比较顺。那我目前就是让它放这个黄金进来，然后处理成这个金锭，那我们应该就处理这个矿就好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来玩这个 Mechanism 的第2章。那第2章就是有关于 Reactor 的。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这个 Fission Reactor。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是那个核分裂的反应炉。对，那它这个东西是有机会会爆炸的。对，如果你没有弄好的话，它就会融化，然后最后爆炸。那爆炸之后会变成辐射外泄。对，那所以你最好是把这个反应炉盖得远一点，然后做这一套服装，这个防辐射服。对，然后这套我已经做好了，就放在这边。那我应该等它启动之后再穿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盖我们的 Reactor 啦。我来到这个离基地大概3个 chunk 远的地方来盖我们的 Reactor， 免得它之后真的爆炸了这样。那这个 Reactor 它一样是这个多方块的这个结构，它最小的话是需要3×3×4，对，那最大可以到18×18×18，对，那我这边盖的是一个9×9×9的 Reactor， 对，它盖起来很简单，就是你的这个边边一定要是这个 Reactor Casing， 对，那你这个面的话，你可以是 Casing 啊，或者是用这个 Reactor Gas 也可以。对，那中间的这个柱子就是要放我们的燃料的地方。对，那它是由2个东西组成的，一个是这个 Fuel Assembly，Fuel Assembly 就是放底下像这样，然后最上面你要放这个 Control Rod， 对，然后放上去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柱子这样，像这样里面这个。对，那我是隔着盖，就是到时候里面这个冷却会比较有效率。那我先把这个拆了。好，那盖完之后啊，我把最后一个盖上去，像这样有这个红色的那个粒子特效，就把它盖对了。我们就可以右键打开它的这个界面。对，那个界面呢就也蛮简单的，就是这边是温度，然后你温度如果太高的话，这个damage 就会开始上升，然后如果到100% 的话，它就会有几率会爆炸。对，那你就需要在它爆炸之前赶快处理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设定我们的 port 就是这个 reactor 输出跟输入材料的地方。那这个结构我们需要4个 port， 2个是负责这个冷却液的输入跟输出，就是输入水，然后输出水蒸气，然后1个是这个 fission field 这个核分裂的材料燃料输入的地方，然后1个是这个核分裂的这个废弃物的 waste。那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核废料，就是有放射性的，我们要来好好处理它。那我们先来把这4个 port 盖上去。首先我们来盖这个冷却液的输入，那就是把水输入进去，放个 port， 把水这个水槽，然后用这个管子把它输入。然后我们可能要设定成火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看，好，这样水就会进来啦。那我们之后再看这个水的速度够不够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是这个水蒸气的 output， 水蒸气，然后我们把它设定成这个 output 的那个冷却液。然后这个水蒸气我们暂时还没有用到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。那应该是需要气体管线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它就可以把水蒸气倒出来，然后把它丢掉。那接下来这个任务呢，可做也可不做。我们来做这个一个安全措施。可能如果你对你的 reactor 很有信心的话，你也可以跳过。我们要做的是这个 circuit breaker， 叫断路器。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让你在 reactor 要爆炸之前有机会把它关掉。
对，它的做的方法就是用这个 logic adapter，对，它可以收讯号，你可以控制这个 reactor 开关，它也可以发出讯号在某些事件的时候。对，它盖法你可以自己盖，然后也可以参考这个。官方有给一个，就是你用2个 adapter， 一个负责送讯号，然后这边会推一个历史上去让侦测器侦测到，然后会发送一个脉冲，就可以把这个 reactor 关掉。我们就照这个做。好，应该盖在这个位置，这边放一个，这边放一个。好，这边第一个、第2个，那这个是用来控制 reactor 的，所以我们设成这个 activation 模式。那底下这个呢是要来发送讯号的，我们就发送这个 damage critical， 就是 damage 100% 的时候会送讯号出来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是接一个红石，然后给一个朝上的活塞，然后上面就是放沙子或砾石都可以。然后这边要放一个侦测器，然后侦测器是要朝外的，我们朝这个方向放。这样不对，朝外面。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啦。就是你这个脸是要向外的。好，这样我们这个断路器就做好啦，然后会发一个讯号出来，把沙子推上去，让这个侦测器侦测到，然后它会送一个讯号进来，它就会把它开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停机了。这样，这个 reactor 有问题啊，通常是你的这个温度太高，然后温度太高，这个 damage 就会变100，然后之后会爆炸。但我们停机之后呢，我们希望把这个温度也赶快降下来，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注入额外的冷却液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再放一个水槽，然后我们再接一个管子进去。那这边我就把它改成 port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管放上去，然后改成破模式。对，那这条管子呢，我希望是有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再注入。那我们在这边放一个红石火把。好，那紧急状况的时候，这个红石火把就会灭掉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管子改成这个redstone sensitive， 就是没有红石讯号的时候它才会通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是有状况的时候，那个活塞会推上去，然后会把这一台停机。那同时也会注入这个新的冷却液，就是希望它可以赶快降温下来，不要真的爆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核分裂的燃料。因为它其实没有很复杂，你要先做出这个 uranium hexafluoride 这个6氟化铀。对，做出这个你要先做这个氢氟酸 hydrofluoric acid 跟这个 uranium oxide 这个氧化铀。对，那我们先做这个比较简单的氢氟酸。那氢氟酸就是你拿之前做的这个硫酸，再加上你这个氟的矿石，对，加起来就可以变成氢氟酸了。那我机器已经做好了这边啦，用这个 dissolution chamber， 然后我们放上我们这个氟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已经有的硫酸。好，这样子它应该就会进来啦。把它导到右边这一台，这边就是氢氟酸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氧化铀。那氧化铀的话就比较复杂一点，它需要先把这个铀的矿先变成这个 yellow cake， 应该就是黄饼。对，黄饼之后呢，才会变成这个我们要的这个氧化铀。那我就先来做这个黄饼。黄饼的话就是把这个铀锭放进来。有了，它现在放进来，然后这边变成黄饼，然后就可以变成我们的氧化铀，然后就可以合成我们的这个 uranium hexafluoride。
其实我们把六氟化铀呢放到这个 isotopic centrifuge 这个离心机里面，它就可以变成这个 fissile fuel， 这个就是我们核分裂 reactor 需要用的燃料了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 reactor 的下面，我们从这里接 AE 管线把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个燃料导入，那这样它就会有燃料准备可以来做核分裂了。那最后一件事情呢，我们来处理核废料。我在这边做了一个 pole 用来输出核废料，因为这个核废料呢，你必须要把它存放在这个桶子里面 ，waste barrel 这个里面。那放进去之后，它会慢慢的消失。对，那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，如果你的机器啊，或者是 barrel 啊，或者是管线里面有核废料，或者是有这种放射性物质的话，你就千万不能把它破坏，因为破坏之后它就会变成那个辐射外泄，对，就会变得有点麻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把核废料导入到这个桶子里吧。我先放3个在这边，3，然后用这个管线把它导出来。放歪了，现在没有核废料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接上管线。好，这样应该就完成啦。那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要来启动我们的 reactor 啦。那这里有一个 checklist， 你可以先看。第一个是要穿那个防辐射装，我们先不用穿。好，那第二个是要确定你的那个冷却液已经有正确的输入了，我们应该有。然后我们的燃料也放进去了，然后接着我们的冷却液有输出，他说你可以用它的这个风扇或者是 trash can， 那我们就先把它导入了垃圾桶。好，这个也完成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有输出这个核废料，那我们刚刚有把它放到那个桶子里面。好，这样应该就都 OK， 那我们就可以来启动我们的 reactor 啦，就点这个 active。好，那启动之后，会发现它温度升得非常慢哦，因为它这里预设有一个 red limit 是非常低的。那我们就先看这个有没有问题，然后再慢慢调高这个 red limit。好，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哦。我们机器运作一阵子，这个蒸汽啊，还有核废料都还没有囤积在机器里面，那应该就是设定都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分瑞就先设定在1MB 就好，等我们之后管线都调好了，我们再来调高。好，那这台机器其实有点吵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的声音调低一点点。好的，那它这台机器产生的蒸汽啊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改这个 turbine 来发电，发电量应该也是不错。但因为我这边电已经足够了，所以我就不改这个东西了。那之后这个核废料的产物啊，我们可以来盖更进阶的这个 reactor， 还有这个反物质。那这个是之后合成 ATN Star 需要的东西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也差不多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